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在这里，我们将为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也许有些故事会让您热泪盈眶，有些则会让您感叹人生百态。我是杨阿姨，今年57岁。我是60后，上了个中专，那时候中专生也是相当稀罕的。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当地的一家企业，成为了一名技术专员。这一干就是整整30年，我老伴也在这家企业。我们的生活稳定，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主要的开销都用在了孩子的教育上。儿子果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顺利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我和老伴都很高兴。唯一有点让我觉得有些遗憾的是，老伴走得太早了，我晚年的生活变得有些孤独。为了给儿子买婚房，我拿出了家里大部分积蓄，给他在省城买了一套宽敞的3居室。剩下的钱，我打算自己留着养老用。儿媳妇怀孕、坐月子、孙子3岁前，我都住在儿子家里。每天早早起床，为他们做早餐、洗衣服，照顾着一家大小。后来孙子长大了，开始上幼儿园了，我也慢慢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偶尔也会抱团旅游。事情出现转折是在那一次，我和儿子坐在客厅里聊天，他突然说起了买学区房的事情。他说想再买一套，说是为了孙子将来上学方便，而且说还能把房子租出去赚点钱。他们告诉我，还差8万块钱的首付款。我觉得钱归根结底还是要给孩子，为了他们的未来，我愿意拿出一部分来帮助。于是我取出8万块钱的存款给了他们。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儿媳妇又提到了还2套房的贷款压力。她说每个月要还2套房的贷款，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我自己的养老金每个月又4500元，我思考了很久，最终决定每个月从我的养老金里拿出3000元转给他们，而自己则省吃俭用，除了生活必须，其他的都不买。终于，房子装修完工了。装修的事情一直是儿媳妇在忙，她忙得不亦乐乎，我有时候忍不住催她赶紧把房子租出去。可是每次我提起这个话题，儿子和儿媳都沉默不语，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一天，儿媳妇让我帮她去取个快递，说是学区房里的。我突然想到学区房的事情，想着还是尽快租出去，这样有租金收入。然而当我打开房门的瞬间，一股尴尬的气氛扑面而来。房子里住的竟然是儿媳妇的娘家弟弟。我们尴尬地对视了一下，勉强笑着打了招呼，然后我气呼呼地转身回家了。回到家里，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感到被欺骗了一样，也觉得儿媳妇对我隐瞒了真相。我开始思考这一切的意义，我为什么要为他们付出这么多？我忍不住问儿媳妇，她的弟弟给房租吗？儿媳妇却毫不在意地回答说，都是一家人，何必计较这些房租呢？听到这句话，我有些生气了。我对儿媳妇说，你们现在还在靠我的养老金来还贷，我付出了这么多，你们怎么能这么大方呢？然而儿媳妇似乎并不以为然，她竟然嚷嚷着说我以后养老别找她。我感到非常愤怒，我告诉她，既然如此，那你把花我的钱都还回来，我不接济你们，我自己还能吃好喝好。后来我从孙子那里得知，儿媳和儿子因为这件事经常吵架。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非常不解和痛心。
儿媳妇这么向着娘家人，难道婆家就不是她的亲人吗？如果说经济条件好，不在乎那点租金还好说，现在他们还要靠我接济，他哪有大方的资本？我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这个故事让我认识到，家庭中的亲情和责任并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所能衡量的，更多的体现在对待彼此的态度和尊重。首先，我意识到作为长辈和家庭的支持者，应该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我曾经在为子女着想时，失去了对自己权益的保护。在付出和奉献的同时，也需要考虑自己的生活和未来，避免过度付出而陷入被动局面。其次，沟通和理解在家庭中至关重要。故事中的问题产生大部分是因为沟通不畅，导致误解和隐瞒逐渐加深。如果能够及时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担忧，或许就能避免后来的矛盾和纠纷。同时，我认识到人际关系中的平衡非常重要。在家庭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和利益，不应该让某一方过度受益或牺牲。要建立公平的关系，尊重每个人的感受和权益，不因为亲情而忽略了公平和正义。最后，我明白了要保持内心的平和和冷静。在面对情绪和冲突时，过于激动和急躁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保持冷静的思维，理智地分析问题，寻找解决的方法，有助于化解矛盾和寻求妥协。通过这个故事，我深刻认识到，家庭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网络，需要每个成员的理解、尊重和共同努力来维系。亲情固然重要，但平衡和公平同样不可或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更加珍惜自己的权益，同时也会更加理解和包容家人之间的关系，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家庭中的各种挑战和变数。这个故事深刻地描绘了家庭关系中的情感纠葛和人际交往中的复杂性，让我深思人与人之间的亲情、责任和沟通。在家庭中，亲情似乎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存在，但故事却展示了在亲情的背后，也存在着隐忍、矛盾和误解。杨阿姨的付出和牺牲源于对儿子的爱，但随着情感和物质的投入，她开始感受到被忽视和无视的痛苦。她的故事提醒我们，家庭中的关系也需要平衡和尊重，不应该因为亲情而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和底线。在故事中，儿媳妇的态度引发了不少矛盾。她为了家人的利益，选择了隐瞒事实，让杨阿姨误解了她的真实意图。这引发了杨阿姨的不满和愤怒，也使儿子在两边之间陷入尴尬境地。这让我反思，沟通和坦诚是维系家庭和睦的基石，只有真诚的表达，才能消除误解，避免矛盾的扩大。故事中的杨阿姨在为家庭牺牲了很多，却因此感受到了被忽视的无奈。这让我想到，作为家庭中的倾听者，我们需要更多地去了解彼此的需要和感受，不应该只是单纯地看待物质方面的付出。倾听不仅仅是聆听言语，更是理解情感、共鸣痛苦，关心他人内心的需求。与此同时，我也在故事中看到了一个悖论：儿媳妇在向着娘家人倾斜的同时，也在疏远了自己的婆家人。这反映了人际关系中平衡的重要性。一个家庭的和谐不仅仅依赖于个体之间的互助，还需要在不同关系之间寻求平衡，避免因过度偏向而破坏了其他关系。总的来说，这个故事让我深刻认识到，
家庭并非一成不变的情感港湾，其中充满了变数和挑战。作为倾听者，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学习如何在复杂的家庭关系中寻求平衡、理解和沟通。同时，也应该珍视自己的尊严和权益，不应因为亲情而失去自己的立场。最终，倾听和关爱是建立和谐家庭的重要支撑，也是培养深厚人际关系的关键。感谢大家的观看，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